今集同大家去 Bristol 布里斯托嚟個海陸空之旅。今集重點除咗會睇下克里夫頓吊橋，仲會睇下一艘曾經係世界上最大嘅郵輪大不列顛號。你又知唔知 Bristol 曾經係英國航空工業嘅大本營呢？位於英國西南部嘅布里斯托，除咗有貫通市內嘅大小運河同出名風景嶺之外，佢仲曾經係英國嘅工業重鎮。第一站係見證飛機製造業曾經顯赫一時嘅航空博物館 Aerospace Bristol。英國生產嘅第一款同最後一款飛機都係呢個城市嘅出品。Bristol Boxkite 一款木製嘅早期雙翼機就係喺1910年喺呢度生產，冇一架原裝嘅 Boxkite 保存至今。但世界上可以飛嘅3架複製品當中，其中一架就係喺布里斯托博物館與美術館入邊展出。至於喺 Bristol 生產嘅最後一款，亦肯定係最出名嘅飛機，就係能夠以音速2倍速度航行嘅 Concorde 和諧式客機。呢度嘅鎮館之寶就係收埋喺其中一座展館度，一入到去就會見到世界上其中一架保存得最好嘅和諧式客機，註冊編號 Golf Bravo Oscar Alpha Foxtrot， 佢係最後一架生產嘅，亦都係最後一架退役嘅。你可以近距離睇到飛機嘅全貌，仲可以入埋去機艙同埋駕駛室參觀。機艙門口有工作人員同你作簡單介紹，如果佢哋見你有興趣聽，會同你分享更多㗎。90年代一張來回倫敦同紐約嘅機票可以有成5000磅咁貴，即係相等於而家大約9500磅。由於機身設計要極度流線型同窄長至可以達到音速2倍，所以票價即使咁貴，啲座位都係只係得香港小巴咁窄。廁所更加細到轉身都未必夠位。當年佢就係以音速2倍橫越大西洋，由倫敦飛紐約3個半鐘都唔使，相當之巴閉。同層展館更加有少量多款和諧式客機嘅相關紀念品展出，當中更加有一座飛行模擬器。標版嘅設計係源於60年代，令駕駛室望落去嘅感覺相當之原始。你下次搞生日會可以 book 場喺呢度搞㗎。除咗主角，博物館亦收藏咗多款有代表性嘅機種，例如呢架1917年生產嘅 Bristol F2B 雙翼戰機，活躍於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役嘅獵兔犬垂直升降戰機，仲有地對空導彈同埋發射器，同埋一粒核彈頭添。我強烈建議大家參觀之前裝咗呢個叫 Bloomberg Connect 嘅 app， 佢係個相當之好用嘅導賞 app 嚟㗎。Aerospace 成人入場費每位22磅，網上預訂仲有9折。臨走之前記得去埋以航空做主題嘅 cafe 飲杯嘢支酒啊！講到地標，布里斯托最出名嘅就一定係1864年開幕嘅克里夫頓吊橋 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。呢條橋喺1831年已經開始計劃興建，但經過多次設計修改同埋遇到唔同嘅技術困難，足足去到1864年先至完成。而家係英國嘅1級受保護建築，行人同埋輕型車都可以經過呢條橋橫越雅芳峽谷 Ava Gore。欣賞呢條吊橋嘅最佳位置就係附近山上面嘅克里夫頓天文台 Clifton Observatory。佢喺1766年建成嘅時候，其實係用嚟磨谷嘅風車。經過火災被荒廢多年之後，去到香港開埠嗰年嘅1842年，先至改建成為天文台。天文台入面仲有一條地道通去巨人山洞㗎，佢而家仲有個 cafe， 大家不妨去呢度飲杯咖啡嘆下。
不過拍攝當日，Cafe就有人包咗場開 party， 所以就同佢緣慳一面啦。喺天文台出發，幾分鐘車程或者步行20幾分鐘，就到達另一個叫 Brandon Hill 嘅小山頭。喺呢個公園入面有一座32米高、1898年落成嘅卡博特塔 （Cabot Tower）。呢個塔係免費入場嘅，一共有2層觀景台。只要你有腳骨力行上呢109級樓梯，就可以360度咁俯瞰全市景色。個塔本身雖然只係32米高，但係由於佢起喺一個小山上面，所以高嗰層嘅觀景台足足有成海拔102米咁高㗎。傍晚時分喺運河邊散下步，人唔多，風景又靚，感覺都幾舒服㗎。不過特登行到嚟呢度，梗係唔係為散步啦。呢條叫 Cheese Link 嘅小街筆對外開放咗50年，市政府為咗紀念佢重新對公眾開放，特別請咗雕塑家 Alex Chinick 2024年喺呢度加設幾個超現實主義嘅雕塑。首先發現嘅係好似打咗個結嘅油桶，跟住就係一個看似俾人扭到乾晒嘅電話亭。行到河邊，仲有2支攬埋一嚿嘅燈柱，同埋2支糾纏不清嘅燈柱。呢個係商業區嘅範圍，過咗放工時間可以放心喺呢度打卡，任影唔嬲，唔阻人。市中心另外一個多人熟悉嘅景點就係聖 Nicholas Market， 佢嘅幾個唔同入口都有熟食外賣檔、農夫市集同埋紀念品店之類。買完食物可以喺呢度安心享用㗎，唔知算唔算係特色？呢度有間修理 saxophone 嘅 workshop。Market 嘅主建築正名係 The Corn Exchange。呢度雖然係以賣乾貨為主，佢其中一個角落有間幾精緻嘅 cafe。我都喺呢度試過佢即叫即煮嘅早餐，佢嘅咖啡都幾濃郁提神㗎。Market 嘅主建築係喺1743年已經完成，就算你對建築學冇乜研究，只要你望下啲柱同埋天花，你都可以感受到呢度幾有歷史價值。不過大家留意返，同一般市集唔同嘅地方係，呢度星期日係唔開㗎。海陸空之旅嚟到最後一站航海，我哋坐水上巴士去睇下曾經係世界上最大嘅郵輪 SS 大不列顛號。布里斯托嘅水上巴士 Bristol Ferry Boat， 除咗吸引遊客去搭之外，由於船期準，平均每個鐘2班，又喺市內有成10幾個站，再加上票價合理，分別係2至8磅不等，有唔少本地人都會搭船代步，佢哋只收卡，上船後至俾錢。由 City Centre 碼頭出發去 SS Great Britain 站，唔使10分鐘就到。沿途經過最主要嘅景點就係前身係貨櫃碼頭，而家變成展覽場地嘅 M Shed 同埋佢周圍嘅餐廳區。SS Great Britain 係曾經行駛於布里斯托至紐約嘅蒸汽船，佢全長98米，喺1843年開始啟用，而家就改建成為博物館。甲板、船艙以至船底都保存得好好。SS 大不列顛號由皇家學會設計，喺1843年至1853年為止，佢更加係世界上最大嘅載客遊船。佢亦係第一艘橫渡大西洋嘅蒸汽船，由布里斯托到紐約歷時14日。不如一齊上船行下，再睇下喺船上過14日你頂唔頂得順？當年冷藏技術仲有待改善，唔似今時今日啲郵輪咁可以儲存新鮮肉。
所以船上就有大量罐頭同醃菜，14日都係食罐頭就真係有啲難。所以甲板就有位置暫養豬牛、雞鴨鵝之類，即湯即煮。廚房雖小，但足以供應全船100幾人嘅伙食。乘客嘅早午晚餐就係喺呢度食㗎喇。除咗甲板，呢個中庭就係喺船內最大嘅休息空間，閒時可以喺呢度伸展下同睇下書。攰嘅話可以返房休息。唔好睇呢間房又細又窄，仲差過啲劏房咁。其實佢已經係頭等房嚟㗎啦。次一等嘅房就係喺船嘅中間部分，係個更細更密集嘅空間，而且鄰近機房。每晚渦輪機運作嘅噪音唔整聾你，都煩死你。所以真係好佩服當年啲人可以花3個月橫渡海洋。最後提多句，大不列顛號張飛係有效1年無限次入場㗎。多謝大家收睇今集布里斯托快閃之旅，希望大家去 like 同訂閱支持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